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他们潜入秘境，探索自然。采集让我们认识到了踩在我们地上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有请4位旷野猎人。我每年都有4、5个月时间在探洞，应该7、8千个洞肯定是有的。哇，7、8千个洞！我们最重要的技能是绳索。我找到感觉了。有起了秧歌。就发现了非常珍贵的未知的一个生物化石。金刚电影的原型就是根据巨猿拍出来的。真有这么大的生物存在过啊！我是带领大家到全球的宝石矿区去领略宝石之美的宝石猎人。还好吗？还好吗？真的是走在长满红宝石的矿里面，花了10几分钟就挖出来200多克拉这个。真的假的？马上去哥伦比亚！助手全部都回去。老师，我想当你助手。声音猎人星宇去了很多地方，录到了很多声音。很多 ASMR 那个 APP 里用的都是我的声音，我特别喜欢听这个。啊？怎么跟动画片里不一样啊？小杨是我们中国首位水果猎人啊，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各地的植物园和雨林去找水果。哇，这个我也能尝到了。黑柿子，这有巧克力的味道在，有一股淡淡的茴香在口腔里。哇，真的像鱼子酱一样，真好吃啊！榴莲呢，它不仅仅有白的，有黄的，还有彩虹色的，还有彩虹色是什么？香波果。当年呢，欧洲的皇室都趋之若鹜，因为吃完之后放屁都是紫罗兰香味的，放屁都是香的。今晚天天向上，一起探索自然奇趣。欢迎大家来到由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孩子不爱吃饭，用龙母壮骨颗粒。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天天向上》。好，我们在2022年的第1期节目，我们就迎来了非常可爱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大家好，我叫谢可寅，大家可以叫我 Shaky。啊，对，还有我们的延期一凡，我们的欢迎几位年轻的朋友。其实我们非常希望呢，所有朋友在新的一年当中呢，都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像我们的节目一样啊。我想问一下各位年轻的朋友啊，你们平时去到就是旷野之地啊，会不会去很留心身边的那一些动植物？植物会看很多，因为你不认识，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花草。你是不是去天庭了？有奇花异草？对，我去摘蟠桃。我不认识的，我就会多看一下，多看几眼，特别好奇。女孩子呢？你呢？我比较文静，走内心一些，走那种情感细腻路线。扶一下我，你听我讲，听我讲，很多听我讲。我呢，曾经就是有那种心思很细腻，想要有情感抒发的时候，在小区楼下有一棵树，我跟那个树诉说。第2天下楼的时候，发现那棵树死了。不是的，发现那棵树长得越来越好，因为我陪他聊天，他听我讲故事。他之所以越长越高，就是想让你够不到他，想离你远一点点。一凡呢？我比较喜欢昆虫。我也是吧，我小时候就对蚂蚁特别感兴趣。因为觉得它们很神奇。我之前听说它们可以举起超过自身500倍重量的事物，你就站在它身上，想让它举起你来。500倍我也没有那么轻嘛。
男孩子啊，其实都喜欢到野外的。是的，对，小朋友喜欢去露营啊，喜欢到那个山间呐、抓虫子啊，然后逮鱼啊。对。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旷野猎人。究竟他们是做什么的呢？我们首先有请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副馆长、研究员张晋硕先生给我们带来开题演讲。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金硕。今天为什么找我来开题呢？因为作为一个动物研究者，都清楚地知道，我们人类就是动物界当中的一员。我们的远古的人类，男人去打猎，女人去采集。我们当采集了大量的食物，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生存。在15000年前呀，人类就开始将狼驯化成狗，我们呢将红原鸡驯化成了今天的家鸡。那么采集带给我们、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那么狗500多个品种，今天的家鸡有300亿只啊，所以采集带给了我们很多的食物。我认为采集集大成者，那首推应该是明代的李时珍，他给我们留下了《本草纲目》，给我们留下了祖国中医药的宝藏啊。而集大成者又有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他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环球旅行，采集了象龟、仙人掌、地雀，通过他的思考研究，最终形成了最著名的物种起源。采集为我们留下了人类思想史当中最重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进化论。过了9年，在1868年，中国最早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博物馆。在这个宝库当中，我们真正认识到了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生物的多样性。在经过了150多年来几代科学家的努力，我们的采集真正推向了科学的高峰。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拥有900万号的动物的标本，今天已经形成了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可想而知，这些采集为我们积累的不仅仅是一个网红的博物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生物多样性，认识到了我们的生物资源的本底到底有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袁隆平爷爷正是因为他采集了那一株野生的稻米，使得我们全世界的人不再挨饿。我们的钟阳先生在雪域高原采集了400万颗的种子，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种质资源。所以采集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基因库。我们通过这些基因库当中，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这个国家，认识到了踩在我们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鱼、一鸟一兽。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优秀的采集者，每一个人都可以为采集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我们的美丽中国、健康中国都离不开这些采集的工作。所以我们做好我们的采集，我们也会天天向上哦。谢谢大家。哇，讲得太好了！而且在这个张先生的演讲里面有太多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会去关注的，比如说保持的物种多样性。你知道我们现在在挪威还是在哪个地方？好像就在地里面就埋了大批的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它要收集起来种子，对，要把它收藏起来。未来的人类最起码还有这么大一个宝库，包括我们现在还采集我们自身，就是所有中国人的一些基因。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生物多样性，它包括的不光我们看到的物种，它还包括整个生态系统，特别是您提到的基因的多样性、遗传的多样性。对，它实际上还要关乎未来我们健康啊、医学呀，不光是食物，方方面面。对，我们知道好像就是在圈子里面，好像对您还有一个称呼啊，就是叫做佐伊博士。过去确实哈，这个有个梗儿，因为那张照片呢很流行。当时啊是北京自然博物馆，他们开玩笑说这是国家动物博物馆张金硕（括号佐伊）。什么意思？因为我旁边是抱着一猴，抱着一猴。
我有印象，我在网上看到过，我也看到过，非常严谨，科研工作者的严谨程度是科学家的严谨，就好像我跟这黑白油猴分不开似的。但其实张馆长我知道曾经是一位专门研究蝙蝠的蝙蝠博士。对，过去其实我也是猎人，那时候会采集蝙蝠。采集蝙蝠，对，蝙蝠其实是一个让人觉得有点害怕，超级害怕。但是我们的张老师他还专门在07年的时候发现并且命名了一个新的物种，叫做北京宽耳蝠，是迄今为止第一个由中国人命名的蝙蝠的品种。但是发现这个小蝙蝠啊，确实很难，因为以前像咱们来过节目的这小亮啊，对，他是研究昆虫的，科学家预测昆虫肯定是超过1000万种的。哇，但是这么多，你知道，哺乳动物才有6000多种。你想，张晨亮在那儿扒拉来扒拉去，可能他就能发现100个新种。对于我们来讲，扒拉来扒拉去能发现一种，能顶他1000种，能顶他1000多啊，以一抵千，了不起，了不起。哎，张老师，我们看到现场好像也请来了4位新朋友，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是在我正式介绍之前，想让你们先猜一猜，这4个有人知道都是什么吗？我先猜一个，这是鳄鱼，我猜完了。那我抢答一个，内有一个猴。那我再抢答一个，内有一只鹰。哎，交给你了。这个我猜，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豹子那么简单，应该是某种猫科动物。哦，猫科动物。对，一定是猫科动物的一种。那你不如把它说它是某种动物。你们名字没有一个说对的，没有一个说对的。哦，没有一个说对的，对，不准确。哦，显得你还好。一样。我还得再想考一个，就是说，因为今天来到湖南，这4种动物啊，哪个是湖南有的？我作为一个湖南人，我知道哪个是湖南有的，我是湖南有的。答对了。湖南老鹰少见吧？应该。鳄鱼少见。我觉得这个也不好见。这个呢？这个我觉得不好见。应该以前有吧，山里面。以前我告诉你，60年代的时候，我们岳麓山还有虎患呢。那是很多老虎，老虎多啊。对，但是我这个猴，张家界我们的山区里面有吗？但是这可不是一般的猴。对，这不是一般的猴。这是不是那个金丝猴？就最常说的品种。对对对，有文化了，有文化了。因为其他的品种也叫不上名来。对，只知道金丝猴。我先纠正你啊，不能叫品种哦，品种是人工驯化的哦，在自然界当中野生的，我们就说具体的是种，不同的种类。明白。这个种呢，大家其实是对了，是金丝猴。那我就觉得4个当中，这个吧。您说的非常准确，这个呢是云豹。云豹过去在咱们湖南啊，特别是咱们国家南方的大部分山区，过去它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这种动物很神奇，它能倒挂金钟。猫科动物当中极少有像云豹，它的这个脚啊，这个踝骨啊，它可以扭过来180度，所以它可以勾住那个树干，然后倒着这个头下来。而且云豹它是在这个猫科动物当中非常漂亮的一种，大块的这种艾叶这样的一个斑纹，所以过去也叫艾叶豹。是啊，真漂亮。另外一个啊，刚才说到的，其实呢，我们湖南有的就是右边的这个，叫白尖雕，肩部你们发现它是白色的。我们这个白尖雕的话，是今年2021年9月份在湖南的洞庭湖发现的湖南省的新纪录，所以呢，它是最新的一个湖南省有记录的一个物种，非常的珍贵，最好别去摸啊，这可能都放了砒霜了。汉哥，我这只手要不得。
尤其是要提醒大家，进到博物馆千万不要去摸标本。好，因为有时候尤其是老标本，它过去呢是用一些化学药剂，福尔马林什么的。对对对，所以那个还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啊，对它尊重。对于扬子鳄来讲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吻是短的。你看，过去唐宋八大家有一位叫韩愈，写过一篇文章叫《记鳄鱼文》。你会发现，古代鳄是鳄，它不叫鳄，它叫驼。这个驼字写的很复杂，实际上你看它很象形，就是有眼睛、有胸、有这个身体，还有一个尾巴，就是那个驼字儿。所以我们长江一带呢是这种体型巧的，叫驼，叫中华驼。哎，对，而且它还是我们真正龙的形象的最典型的代表。因为龙是一个复合体，所以它的这个短吻，它的头是跟这个龙是很相似的。所以在古代文化当中，它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长见识了，真长见识了。对，所以你要看看曾经中央电视台曾播过这样的一个宣传片啊，就是一个时钟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物种，然后1个小时有可能一个就没了，对对对，逐渐的消亡，一个就没了啊。这其实特别特别让人难过，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是这个地球的主人，我们只是一份子而已。不管是一株小草还是一个小动物，它其实都是生命体，它有可能都关乎着我们的过去、现在，更有可能会关乎着我们的将来。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爱护它们。谢谢张馆长为我们讲述这么多关于采集者的历史啊。那究竟今天还来了哪些旷野猎人？他们又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宝贝呢？我们有请4位旷野猎人出场，欢迎。好帅啊！欢迎4位，欢迎4位，就是不想打扰他们的这种气质啊，感觉每个人都是那种人狠话不多啊，都带着自己的道具，特别是这个小杨兄拿这个小手雷，我天哪，生怕掂量着就出来了。我们欢迎4位，我们首先有请深入洞穴探寻古老生物奥秘的化石猎人崔清武，来，其他几位稍微休息一下，来。哇，这是要攀岩啊！干不了。哇！哎呦，蝙蝠！车队这么多年一直负责这些安全保障啊，还有整个的这种保障系统的话，这个发掘我们是没有办法做的。今天我们在这又发现了化石，特别多。太危险了，我觉得。但是也很酷。对，酷是酷，但是悬崖峭壁啊，看完就觉得害怕，害怕，真的脚都发怵。大家好，我是崔庆武，从事这个化石猎人已经整整9年了。哇！我们导演组第一次联系老师的时候，然后他说问：“哎，您在哪呢？”以为说：“哦，我在北京，或在哪？”哦，我在悬崖上面吊着呢。然后把导演组吓了不轻，说：“哦，那您下来再说。”他说：“没事儿，咱们继续聊。”然后挂在悬崖上面给我们导演组打电话，打了好久。哇，证明那个信号挺好的。是的，5G 全覆盖。因为太投入了聊的。
哇，哪个导演啊这么会聊天啊，跟你聊得那么好？那我看那个情况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危险，就悬崖峭壁底下就是滚石啊。那我想深渊啊。对，问一下您为什么会选择从事化石猎人这样一个职业呢？因为本身呢，我就是一个极限的一个洞穴爱好者。哦。对，然后当时呢，就有一个中科院的一个老师找到我，他们想更进一级的去寻找化石，比如说去悬崖上的、深山老林里面，因为这些非常的危险，单凭他们自己的能力是没办法的，所以就找到我，所以做一下体验，感觉我这人还挺靠谱，技术也还可以。然后呢，关键是人靠谱。对，没错，靠谱。然后就问我能不能加入这个，我说可以的，没问题啊。本身我就是做这个探险的嘛，我就想着如果在寻找化石的话，就把这个探险的意义更深上了一次。而且我们也听说，有了您的帮助，好像他们在寻找这个化石的过程当中，似乎又打开了一扇另外的门。没错，的确是。自从我们去了这种常人没办法到达的洞穴之后呢，就有一些化石的突破。比如说，我们是去的广西乐业的一个洞穴，当时第一次跟科考队，然后我都喜欢在洞里面，比如说东看看西瞧瞧的，就翻到一个很奇怪的石头。后来一看，哎，说这是个大熊猫的一个头骨。大熊猫啊！大熊猫的化石，你看，哇！哦，这就是那个化石。对，这当时是我刚找到了，它上半部，后来下半部我们又进行了搜索的，找到下半部那个地方是对一个完整的头，骨，一个完整的头出现了。对，这个大熊猫的化石后来拿回博物馆之后，后期又做了一些研究，又成功提出来最古老的大熊猫 DNA， 所以这还是比较有意义的。那您到目前为止探了多少个洞穴？具体的没办法统计，但是整体上应该7、8千个洞肯定是有的。7、8千个洞，对，因为每天都进，包括现在我也是从广西洞里面直接从洞里面打了一个隧道进来的，对不对？来揭开这个盖子，下面这个洞直接通广西。有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这个洞让您印象很深刻？印象最深刻的洞穴呢，就是广西的乐业县有一个大赤尾天坑，它旁边有个洞叫冒气洞。哇，黑漆漆，这就是那个冒气洞的照片是吧？没错。哇，这个太夸张了。那个冒气洞呢，它很奇怪，它就是口很小，然后它下面那个空间很大，就像个瓶子一样。所以呢，如果在那个洞口挂了绳子之后呢，它是垂直下去，四周哪都挨不着哪。然后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我下了很久很久了，抬头一看，已经距离那个洞口很远了，但是呢，低头一看还是不见底。哦，好吓人！所以好吓人啊！很深很深，具体测了一下，它的长度是265米。下到底了吗？虽然这个洞很可怕，但是也很美妙，很漂亮。因为你挂到那个绳子之后呢，因为那个水滴咱知道它滴落的时候需要有个时间差嘛，前面还没有落地的，下面又落下来，所以如果你站到洞底或者挂在绳子上，抬头一看，那个水滴就像珍珠一样，一串一串，一颗一颗的，非常美妙，非常自然的景观，就是没错，很神奇。但是今天啊，我们这个崔队啊是带着他冒着生命危险采集到的化石，大家一起来见识一下。好，这个很难得啊。这些全部是牙齿的化石，全部都是吗？对，牙齿。这个里面有一颗非常珍贵的化石，现在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一种生物的化石，它的名字是巨猿，巨猿的牙齿。巨猿，你可以猜一下哪个牙齿是巨猿呢？我觉得肯定不是羊肋排，这个太大了。巨猿也很大，巨猿它的重量大概能达到1000斤，500公斤啊！500公斤，它的体重。老师，我想问一下，那它既然这么重的话，巨猿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金刚？没错，其实金刚电影的原型就是根据巨猿拍出来的。真有这么大的生物曾经存在过啊？但是金刚稍微有点夸张，其实巨猿呢，它高度大概3米多高。3米多高，3米对我们来说就感觉很夸张了。有2个我，1层多楼啊，比姚明还高很多的。对对对。其实我感觉就是这3个比较像是巨猿的牙齿。我选这个，因为我觉得他老师说了，它是特别特别大的嘛，因为这2颗特别像2颗门牙。巨猿、大猩猩和
人类，咱们3个呢，它牙齿是非常像的，就人的牙最小，巨猿的牙齿最大，猩猩的牙齿是中间的，它牙就有点像。所以最早的时候都有一些人就说巨猿到底是不是人，就有分歧嘛。我选这一颗，因为都会被误认为是人类嘛，所以我觉得它的牙齿应该跟人类的形状也是非常接近的。那我选这一颗。你是它那个巨猿牙上的牙垢，蛀牙，乳牙，这是小巨猿的吗？小巨猿，怎么巨猿还有小时候？对，巨猿也有小时候吗？啊，对，巨猿也有小时候。已经开始给巨猿取名字了。这是巨猿3岁的时候掉的那颗牙。你知道吗？曾经有那种，这个挖了一个墓，说这个里面的那个人啊很小很小，但是他们硬要说这是曹操墓，然后说这怎么可能？曹操小时候啊，离谱，你这离谱了嘛？对，来，那个金松跟我们说一下。其实呢，巨猿的牙齿是这一颗，啊，真的？对，找得很精准。它是方方正正的，和人的牙有点像，并且它的牙釉质特别的厚，真的跟人类的牙齿特别像，就是大了几号。这个是熊猫的牙齿，像不像一朵花？哦，这是熊猫啊。对，这是熊猫的最后一颗牙。这个是红毛猩猩的牙齿。猩猩居然是这样的，好小。这个是犀牛的牙齿。哇，犀牛牙。那老师，我们最大的疑问来了，这个是什么的牙齿呢 ？OK， 当，这个就是大象的牙。哦，象牙。刚才说曹操小时候，这个是大象小时候的牙齿。这真的是小时候的牙。他如果他长大的牙齿应该有这么长。哦，就是脱落掉了。脱落掉的，对。一层一层的。那您现在主要就是找这个巨猿的化石？对，因为巨猿的化石可以说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生物。现在全世界找到巨猿，它的化石只是找到它的牙齿和下颌骨。其他的它的头骨、它的体型，包括它的行为方式，全是根据这个它和猩猩相似，根据猩猩的这个习惯推出来的，推论出来的。对，但是又不能完全推出来，因为咱知道猩猩它能上树，但是呢，根据这个牙齿，它比这个猩猩的牙齿大了很多倍，所以推出它的体重将近1000斤。如果一个1000斤的东西它上树了，树能进得动嘛？所以这也是有争议的。所以不断的去找他们的化石来，没错，就是怎么才能解除这争议，只能靠我们不断的去找到这化石，找到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东西它到底是上树的，是在地上跑的，它到底和人有没有关系？所以你看啊，我们一般啊都是这个2证原则，一个是用地上的文献，一个是用出土的文物，要相互印证。那今天我们除了这个古生物的牙齿化石啊，今天还带来了很多在广西古人类遗址洞穴采集到的一些化石和文物，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现在继续戴上手套，可以看一下这个石头，这个呢就是砍砸器。你看它的这个外沿还是比较锋利的，是吧？有可能也可以起到一些刮削的作用。汪哥厉害。老师，那这个螺能当做什么工具呢？这个螺其实不是工具，啊，是咱们知道广西的螺蛳粉啊，拿这个做的。我昨晚刚吃了一碗螺蛳粉，就是拿这个做的，好吃美味吧？所以呢，在几万年前的原始人，他们已经开始梭罗了。哇！你看啊，它这里还有吸食的痕迹。你看，把这个尾巴这里给敲碎了，砸开了，对，可以吸食，就是为了吃那个螺肉。对，它更容易缩出来。那个时候就掌握了这种吃法，就会掌握梭罗的方法，砸开缩。这个应该也就是一个腿骨啊，或者是什么的一个。这个是一个野牛的一个腿骨，这个里面应该以前会有骨髓什么之类的。对，骨髓没完之后呢，然后矿物质侵进去之后形成的闪闪发光，一层亮的反光的。没错，这个吃下好爽啊，我感觉。炖汤，拿个吸管吸骨髓。对，哎呀，吃法都有了。并且古人也很幸福的，看到这个明显它的外侧都是黑色的，它应该是被火烧过的。烧烤牛腿，烧烤。所以呢，古人呢他也是吃着烧烤嗦着螺，这日子也不错。这夜生活也挺丰富的。我们真的是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真香，哎呀！你看他们化石类人真的是很厉害，你看爬山、跋山涉水的啊，攀岩、游泳、潜水、攀冰，各种都是很辛苦。其实我有注意到，你看老师的手啊。肯定是因为常年的那种诠释，尤其都是老茧啊，关节有茧子有
很受伤嘛辛苦，很辛苦因为天天的野外，然后有攀岩，包括还遇到毒蛇，就是攀岩的过程中，在石头缝里面就摸到了摸到过毒蛇。对，所以很庆幸没有被毒蛇咬到。哦他可能当时也吃饱了，也没有理我。吃饱了对，但是散步呢遇到马蜂都没那么幸运了。你看，你看，你看。哦，这是啊这是您当时身上受的伤是吗？哎呀，所以基本要具备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技能，或者是平常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专业训练？当然了，我们最重要的技能是绳索。还有攀岩、攀冰，这是必须要会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一直在问我说：“崔队，我能加入你队伍吗？”加入是可以的，但是也是有条件的。要办年卡是吧？那有点夸张。但是你的身体素质肯定要行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做的一个训练就是走扁担，然后练习身体的平衡。走扁担。对，只有你扁担宽、扁担长。扁担。扁担。对。我们有吗？今天带过来了一个，大家可以试一下。哦哟，哦，就是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古墓派睡觉的古墓派的秘籍，小龙女的床。这怎么走？上都上不去吧？对啊，这是软的呀。Shaking 有可能只有你可以。啊，我不行。老师，这个您是能在上面就是如履平地是吗？没有如履平地吧，但是也差不多。要不让老师示范一下，让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我说一下这个怎么踩啊？就踩的话，不要慢慢的下来。如果慢慢的踩的话，大家会发现这个腿会不断的抖，又开始抖腿了。对，所以要把你的重心一下放上去，就这个叫跳一下。一开始先练习站，就是两只脚站，站好之后两只脚交替的站，就是在走了嘛。对吧？哇，这个好难啊。只要站在上面就会抖，是吗？老师如履平地啊。对，如履平地也会掉。好吧，我现在给大家走一下。老师认真了，正式走一个。这个心理一定要很稳的，心理不能被影响到。这平衡感太强了。崔队他们平常要走20米，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的原因啊。这个真的，老师真的从这边走过来完全没有问题。不会还要倒退吧？倒着走。崔队没必要，没必要。哎，好厉害，没必要20米。刚才其实已经可以了，何必倒退2步掉下来呢？来 ，Shaking， 就你的鞋子，你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我帮你好，我试试，我试试。先上一只脚，要快啊！3、2、1，走！不行，这个抖腿出现了，腿怎么了？1、2、3，上！别着急，走，走，3步，3步，3步，厉害，飞出去了。这个很难吗？来，一翻，很难吗？我要换一头从这边上，可以换个位置。耶！好，结束了，已经掉下去了。哎呦！别着急往前迈。你刚刚是表演的一个小品的动作，类似摔凳之类的吗？确实很难。我来一下啊！我要挑战自我。真的吗？我有感觉。你有感觉你会摔下去，对不对？小心一点，心平气和。可以。哦，不可以。好了，我找到感觉了。再来。那现在找感觉。有喜的样子，真的抖，这是一个射击动作，很难，真的看起来很简单。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长期训练。对。其实这个呢，就是多训练，应该2个小时吧，就差不多能走，就能掌握这个技巧。
我觉得所有的这种考古工作者啊，特别的了不起。是。每天他们其实也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但是他们是在不断的向下探寻，是为了我们将来有更好的力量向上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很了不起啊。对，所以我们也非常非常谢谢崔队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听到您更多好的、令人振奋的消息，然后找到更多的巨猿化石，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我们现场拼出一个完整的巨猿的这样的一个骨骼啊，期待哇，这样的一个体型，那将多么的期待啊！好，谢谢您，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的是我们的水果猎人小杨，有请。在过去的10几年里，我去过爪哇岛、婆罗洲、苏门答腊岛、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文莱等等。我到过无数的森林和植物园，猎寻过的水果超过1000多种，见识过3万多种植物，拍摄30多万张的植物照片，鉴定出的物种已经有1万多种。生活有时很苦。让我来给你的嘴巴多点甜头。哇！世界上没有哪种比水果更甜。我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哇，太幸福了！看着流口水。小杨是我们中国首位水果猎人啊，几乎走遍了全世界各地的植物园和雨林。就是为什么一个男生会对水果就这么钟情呢？因为我从小就是对植物比较感兴趣啊，后面又慢慢的参加了各种 QQ 群，在群里面早期会有什么样的 QQ 群？谁的 QQ 群？当时国内有很多中科院的专家嘛，他们建了非常多的 QQ 群，当然有西南群啊、东北群啊，各个地方的，然后我就进去跟大家学习。你不管发什么植物照片，他都认识，我就觉得好厉害呀！在线科普。是的，就一直在里面学习。时间长了之后，自己也有一定的累积，然后就被我们中科院的某个植物园给聘回来，做一些引种保育工作。在做保育的时候呢，我也就做科普，讲植物啊，哇，很多人可能就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每次一讲到水果，有共鸣了。对啊，就特别像小孩子一样啊，特别想吃。就是我看您就是懂这么多的话，那您之前是学什么专业的吗？我的老本行啊，是精密制造工程师。之前做一些飞机啊或者军工啊相关的。后来压力太大，就干脆到森林里去逛一逛。到目前为止，您吃了多少种水果？大概？目前我粗略估计超过1000种。而且小杨老师吃过这么多之后，他还练就了一个坚果神技。小杨老师是水果一进口，知道它的产地在哪，它的品种是什么样的品种。这是要捧杀的前奏吗？来吧，首先第一步。蒙眼，这也太难了吧！我亲眼见过的有3万多种。我们脑子里面会有一个植物的演化树，所以一般你把我丢在全世界各地哈，只要看一下身边的植物，我能大概知道我在哪里。所以我们吃水果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降维打击，对我们来说是降维打击。刚才还说我们是捧杀人家。结果现在降维打击，最优秀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必须要试一试。眼罩先戴上，戴上眼罩，不能让他看到。戴上，我不信。好，我们来看一下水果。至少给我是要能吃的啊。对，那肯定的。我不把我的手指头塞进去的，老师放心。试试这个苹果，不要耍诈啊！这是一个柚类。哇，它入口即化吗？它的果肉非常的脆爽，对，而且多汁。这是我们湖南麻阳的黄金贡柚。答对了，再来一个，好厉害！再试一个，我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就试一下吧，加大一些难度啊。哇，这个这么小啊！可能是某种梨的一种，也可能。这个不是梨，这个是柑橘的。这个有我们广东连江红江城的血统，但是又有柠檬的香味啊。这个名字我们没有见过啊，这个名字。这个应该是我们海南昌江的盖吉果。这个都能猜到，这个我都没听过。我也没听过。我不相信。
我们再试最后一个老师啊，姐，你这个有点难搞啊。哎呦，这难度已经拉到最大了。哇，有一个是海南产的，手指柠檬。一个对了。另外一个我需要再测试一下，因为它会干扰我的味道。哇，找到感觉了，有效果了，灵光一闪，我捕捉到它那一点点味道了。这个是我们重庆潼南的甜柠檬。哇，太厉害了！你得吃多少啊，才能这么一小块完完全全就能够吃出来？哇，小杨你太厉害了！哇，这个太厉害了。其实小杨呢，还是我们目前中国自然标本馆东南亚植物拟名负责人。给植物取名字有什么讲究吗？一方面是要准确，还有尊重当地的这个习俗、当地的叫法，还要有一个比较就是通俗易懂、方便流通。我们也会考虑它的美感，比如说叫仙庭吊灯花。这个很形象。对，它像一个亭子，然后又有点仙气儿，所以我当时给它起名叫仙庭吊灯花。哇，确实像灯。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像黄金榴莲。呀，我喜欢。这个榴莲是一个野生物种啊，它的外皮都是非常的金黄色，而且它的果肉也是金黄色，再加上显得富贵一点嘛，黄金榴莲。它是甜的还是苦的？非常甜，而且是黏喉的入口，非常甜。哎，我跟你说，我就觉得所有的水果里面榴莲是最好吃的，你说是不是？他就不吃这个啊，我接受不了。女孩子不吃榴莲，我也不吃，我也不吃。韩哥，我能吃，我能吃，吃。金硕老师，就是一旦吃上榴莲就会很喜欢。那肯定的，它这个受体太特别了。到你的体内，你有一种不接受它不罢休的感觉，不接受它不罢休。榴莲呢，首先在我眼睛里面哈，它那个果子长得非常威严，非常霸气。打开之后，哇，它那个颜色啊，它不仅仅有白的，有黄的，还有粉的，还有彩虹色的啊！哇，这些都是榴莲，都是榴莲。这么开心干什么，韩哥？韩哥两眼放光，发现了宝库。我有一种不接受它誓不罢休的感觉。哎，老师，那我们感觉您这个工作好像比刚才的化石猎人好像要轻松很多呀。那您日常的工作其实就是到各地吃水果，还是有别的工作？你们看到的是最后一步，其实我们在去找到水果之前，要做非常多的努力。我们找到这个果子之后呢，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了啊！要有一个仪式感啊，我们要把这个果子放在一块黑布上。拿上那个比色卡，然后一比，然后拍照，各种解剖，然后发朋友圈。对，让相机先吃嘛，相机吃完，哎，我们再去试一下它的味道，然后做记录，去多方面的记录它的种子，然后最后的呢，就把这个种子回归自然。但是老师，我也有个问题，就是您在野外碰见了这样的水果，您可能从来没有吃过，您就直接摘了之后就直接吃掉啊？不会害怕有毒啊，或者不一定。对啊，吃果子之前呢，这个树上呢哪一串儿哪一枝儿是能吃的，哪一枝儿是不能吃的，我们会有个大概的概念啊。老师，那您就没有翻过车吗？翻过车，我当时还是非常确定它是可以吃的。是什么呀，老师？瓜父木。瓜父木，对，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果子。我把它打开之后，它那个果肉非常的漂亮，晶莹剔透的。别的专家都在吃，他们告诉我这能吃，我一看我也自己吃。结果5分钟之后，哇，嗓子开始不对劲了，针扎似的痛。后面就一直说不出来话，我就赶紧找其他人啊帮忙。其他人也是这样，你们一群人，其他人没事，其他人就给我水，我就只有你一个人有反应。对。后面我才知道，即使它能吃，也有少部分人是过敏的。那奇葩的水果有哪一种？奇葩的就更多了啊！全世界果子，我觉得每个都奇葩。最奇葩的，我可以说是香波果。这个是我在印尼爪哇岛找到的一种果子。当年的欧洲的皇室都趋之若鹜，要专门派水果猎人来到东南亚去找这个果子，回去给他们吃。为什么呢？传说啊，吃完之后它的流汗，包括放屁都是紫罗兰香味的，放屁很香的，吃完这个东西。
今天我们把小杨在全世界找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果子，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好。哇，这个我也能尝到了。你看这个是石榴，但是它这个籽儿特别的黑，像黑钻石一样，非常好看，好艳丽。这个呢就是黄龙果。我跟你说，这个呀，治便秘不要太好。是的。这个是蜡烛果。蜡烛。它这边看香蕉一样，它这边看到像蜡烛一样。这个是食用槟榔青。也是相对比较少的，在东南亚吃的比较多。槟榔果打果汁儿，新加坡、马来西亚叫瓜隆隆啊、果东东啊这些名字。果东东，对，果东东，对。然后这个是黄金果，也是近些年国内比较热的一款水果，它还有一些白色的乳汁，会有一股奶香味。奶香味。你看这个是嘉宝果，也叫树葡萄，树上的葡萄，哎，它就长得像葡萄。对，这个是我专门从我后山上带来一点果子，假鹰爪。对，假鹰爪的果子。我们一起尝一下这个假鹰爪。老师，这个假鹰爪啊，我觉得特别好吃，是吧？你们一定要尝一尝。那我不尝，谢谢。这种语气我们都是能听出来的，特别好吃，真的有一股淡淡的茴香在口腔里。这个茴香是包饺子那个茴香吗？这个味道更像是一个佐料，确实是吧？真的是那个茴香。韩哥，妍希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像刚吃完茴香馅的饺子，一模一样的味道。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吃了这么多水果，还可以活到现在的一个绝招啊！如果旁边有人的话，可以让别人先吃，可以让别人先吃。哦。老师，这个颜色，哇，它长得好奇怪啊！对，这个是黑柿，这个我要重点介绍一下啊。黑柿子，它成熟之后果皮就是绿色的，而等它自己会慢慢变熟，软了之后呢，就是这个颜色。它的果肉像巧克力一样，所以叫巧克力柿，口感和香味都像巧克力。尝一下这个巧克力柿子吧。对，你吃一下这个黑柿子什么感觉？怎么样？这个黑柿子？它的那个味道是有巧克力的味道在，然后很甜很甜。是吗？对，很好吃。黑柿，它是那个口感非常绵密的那种。甜吗？不太甜。不太甜，那就算了。韩哥，你要吃甜的话，你要尝尝这个木瓜蓉的。是吗？这个就是木瓜蓉，是我们吃的那个无花果的亲兄弟，但是个头比较大。你看里面都有它的蜜一样的，就是这个是真的甜，是那种很清淡的那种。这个是好吃的，这个果然跟那个无花果，口感是相近的。是的。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黑老虎。你很多时候在一些景区哈，是我们中国原产的五味子科的水果，它很多景区卖的那个红色的个体没那么好吃。我猎寻到了目前最好吃的就是这种淡黄色的，非常的香甜，有股独特的香味。我觉得这个黑老虎还可以，而且这个口感好。对。黑老虎有点像另外一种水果，像芒果的口感。对，你看这个就是手指柠檬啊，柠檬家族了。柠檬家族的一堆。柠檬家族主要是为了一个鲜味嘛。这个就是我们在东南亚或者热带地方，你吃一些海鲜啊，吃饭啊。对，哎，挤上去那个。这个是那个红肉柠檬，它里面的肉也是红的。哇，看这个是斑叶粉肉柠檬，像那西瓜上面的那个纹路。然后这个呢？就是柠檬，是甜柠檬，就是刚才吃的甜柠檬，特别好吃。这个我要单独拎出来说一下啊，手指柠檬。对，你看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柠檬家族嘛，它是杂交的，但是这个呢，它是纯正血统的，原产自澳大利亚的，果肉像鱼子一样，而且也非常贵啊，这一根差不多20块钱，这么贵？哎呀，这一掰一手10块哦，它的颗粒鱼子粒分明里面。哇，你挤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像鱼子酱一样。哇，给一帆说一口，快，老师，20块钱大口一颗，好贵啊！哎，小杨兄说啊，手指柠檬做成的料理呀，独具风味。好，我们请大家品尝一下。你看这个啊，这个就是牛油果，哇，上面加了嫩鸡蛋，然后又有虾仁儿，哇，然后点缀的是手指柠檬，上面这个鱼子一样的东西就是手指柠檬的果实。是的，它用来提鲜的，中和掉牛油果的油腻。
好吃吗？真好吃啊！好吃吧？真好吃。这手指柠檬也是很多米其林餐厅的大厨才用的，非常的贵。好香，台上现在弥漫的都是这个香味儿。真好吃啊！哎，怎么了？疯了这个孩子又。真好吃啊！非常好吃。大饱口福。最近2年，我在我们中国找到了非常多的质量非常好的一些水果，可以说是水果界的天花板。太好了，可以先尝一下啊，不好吃不要钱。哦，徐闻菠萝，哇，哎，这个甜吧，至少是18度甜。这个甜，哎又有很好的菠萝香。是的，而且呢，这个菠萝大小适中，是对不对？一个人我觉得拿下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1斤8两左右。对，这个好。这个特别甜，就跟一般的梨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玉露香梨，对，相当甜。韩哥，你尝一个，而且是那种清新的甜。哦，不是那种腻的甜。韩哥如果这个反馈的话，那你果然学会了吃水果的精髓。让旁边的人哇，怎么样？这个梨有没有渣？没有，它没有果渣。好甜，好有。这个被号称我们中华第一梨，玉露香梨，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梨。我也是，真的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梨了。不愧是中国第一梨。我想问个问题啊，这个超市有的卖吗？玉露香梨不同的产区，它的品质不一样。我告诉你们，很简单，留他的电话。可以，对。比如我这个人想吃梨了，打电话。现在这个时候哪儿的梨最好？能不能请他们发点货？直接发货。这个也好，这个贼甜，我一点酸都吃不了，这个特别甜。这个也就是燕窝果嘛。哦，这个就是燕窝果。对，是的，这个我喜欢这个。哇，韩哥这么一说，那没问题，您放心，绝对好吃。哎，这个很好啊，好香啊！它是火龙果的味道，但是跟火龙果又不一样。非常好，这个口感看上去这个颗粒和火龙果很像。对，哎，韩哥这个也是，这个名字就很好听，来自海南临水的亲密9号，而且它的水分其实也特别足。哎呀，高糖高酸，对它这个酸甜度很适口。主要是里面的水分特别足。这个百香果的味道好重。是啊，特别香。对，我在这儿都闻到了。扑鼻而来的百香果的味道。这个品种被我们誉为这个百香果界目前的这个天花板，最甜的、最好吃的，亲密9号，太好吃了。这个脆蜜金柑，广西融安，哎，押上韵了还押韵脚。对，其实跟金桔很像，就是完全连皮可以吃，但是就可以看到它跟这个鸡蛋比鸡蛋还大特别甜，特别甜。真的吗？这个甜度很高。就这么吃吗？对，连皮可以吃，就是我们吃那个小金桔的时候，那个皮不是会值得推荐。小金桔那个皮它是有点厚，会有点苦，这个完全不会。哇，这个好，这个很高级。太好吃了，感觉吃水果吃饱了，一会儿不用吃饭，水分溢出来了。而且这个里面是基本吃不到籽，就是完全整个可以吃掉，一整个果实一起吃，特别爽。赞不绝口。而且没有渣。对，没有渣，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等我明天回广西了，我去买。有要带的吗？太好吃了。来，代购一下。好，我们是这样，大家都在啊。好，选出第1名。这个，我觉得谢谢大家选择我介绍的果子啊，这个已经光盘行动了。这还有一个不能浪费。这位老师是哪儿来的呀？这个不只带了这么一点吧？已经被大家吃光了啊！吃光了。谁一会儿留我电话，我私下给你。留。明白。下去。留。哎，那您觉得做这个水果猎人意义是什么？对我来说，我觉得水果猎人它首先是一个对于水果的一个探索，因为在大家的眼里面看水果跟我看是不一样的啊。而我呢，就是把他们看作非常一些古老的前辈他们产出来那果实，我去解读，去摘这个果子，去解读他们的语言，去解读植物的语言。
我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桥梁，连接植物和人类之间的这个关系。一方面呢是可以丰富大家的餐桌，让更多人知道哇，我们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好吃的果子。没错。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于植物保护、对于水果保护的意识。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的美好。这个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是的，对呀，是的，太大了，太丰富了。哎呀，其实啊，我们真的特别希望，就是通过小杨兄这样的介绍，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水果，因为让那些果农啊，不要把一年这个辛勤的汗水，最后就化成了一场泪水。是，每年都有各种水果滞销，是特别遗憾。其实咱中国一直不缺少好吃的水果，缺少的是好的宣传渠道。这也是我们水果猎人的目标和责任。好的，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声音猎人星宇，有请。欢迎。我深入亚马逊雨林，只为寻找最纯粹的自然之声。从世界的角落猎寻那些被忽视和遗忘的频率。我是声音猎人李星宇。好酷啊！这个很酷啊，没错。因为声音这个东西很奇妙，我们现在大量的工作都是为了悦目，但是很少有什么东西去抚慰你的这个耳朵。中国最开始就是我们那些在洞穴里生活的人啊，一定会找一个听力最好的人，晚上睡在洞口放哨，因为你到了夜晚，危险啊比白天更能够威胁到你的生命和你部落的这个生存。但是你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啊，但是听力好的人就能够感受到。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你发现我们五官都能关上，你可以闭上眼睛，然后憋气，堵住嘴的，然后把鼻子堵上，哎，耳朵关不上，只有耳朵。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用心听，仔细看，所以听是要用心的。但是为什么要去做一个捕捉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猎人？因为我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考到北京广播学院，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师哥好。中传的校训是：立德、敬业、博学、敬先。哇，这整齐啊！校长，您看见了吗？校长，是我，都是优秀毕业生啊！上电视了！我天，我以为会不一样，结果来个齐唱啊！那会儿觉得是就这个录音呢，其实就是如何去收集这些声音，比如说我们像日常简单的说话，然后甚至于电影上做一些拟音啊，自然环境的收集，它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过程。毕业之后呢，开始自己去录这些声音，花1500块钱巨资，那会儿07年真的是巨资，买不起相机，然后花这个钱买了一个录音机，它可以把这些即将消失的声音给记录下来，然后拿着录音机去国外，比如说有撒哈拉沙漠，在那里面去录这些沙漠的声音。这是风声，风沙。我以为撒哈拉沙漠会是那种很平静的感觉，对，我也以为会是，但听完之后感觉风声呼啸而过，有一种孤独感。那个时候去西非摩洛哥那边，然后去撒哈拉沙漠，我想录到的最极致的那些声音，就直接在天最热的时候开了一辆车进去，然后在里面录了1个小时左右，那时候温度大概得50多度，然后当时那个感觉就是啊，这一刻好接近死亡啊！你不能动，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躲，太热了。除了撒哈拉沙漠，还去了一些比较极端的地方，比如说像还有阿尔山。阿尔山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封山的时候，然后零下几十度那样的，然后在里面录下雪的声音。下雪的声音。你仔细听，里面有一个非常高的声音。金属摩擦，对，有一点点像，叮当当的像那种冰晶，就是那个叮叮的一颗一颗的，玻璃撞在一起，很细的声音。对对，当时知道有多冷吗？大概零下30、40度，就出去那一瞬间是什么感觉？就是你的鼻毛都冻住了，鼻毛很具体了。吸一口气，就啪啪啪啪啪，就这个身体全部都冻僵了，实在受不了了，然后
进车里待一会儿，启动一下，然后再接着录。后来就录到刚才听到那一段雪的声音。哇！所以你看啊，我们只有那个词身临其境，声音是可以让你在那个境里面的。对。小杨兄，您刚才一直都是闭着眼睛在听，有什么感觉？感觉一下没有什么水果里面，对不对？对，应该是找不到好吃的水果。哎，怎么听不出一点甜味或者酸味呢？啊，都是恐怖的味道。星宇是2016年啊，前往这个亚马孙，怎么会想到要去那个地方？我2014年其实先去过一次亚马孙，我自己背包去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去录音，因为你不能一个人走到雨林里嘛，你很危险，你都得跟着很多人一起去，然后大家一去就很开心啊，就到处聊天，我什么也录不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就突然想到，我说我还要再回到亚马孙那边，再去把这些声音给记录下来。我们问一下俊硕兄，您去过吗？我去过4次。咋样？什么感觉？我们古代有一种说法叫瘴气，哦，对，瘴气就是那个很阴瘴，很那个感觉。对。它其实就是因为空气当中密布着很多各种各样的真菌呀、细菌呀，甚至病毒。你如果不是本地人的话，你就不适应这个环境。就我们说的水土不服，刚一进去，他可能还没来及录音呢，他自己就开始跑肚拉稀了，就很难受。还有就是他被各种虫子咬。我去的时候，就你在那站着，就不知道突然脖子上就几只蚂蚁就开始咬你，然后腰上就有会蚂蚁，你都不知道它怎么爬进去的，还是从上面掉下来的。蚂蚁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科学家原来调查1万平米的环境当中，调查有360多种的蚂蚁。天哪！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全都是蚂蚁，就铺天盖地的就会咬你啊，就会啃你啊，非常的难受。所以我一般到了亚马孙的话，我尽可能不登陆，就是在船上。哇！张馆长描述的好形象。那你们在亚马孙收集这个声音的时候，应该也碰到这些东西。对，张老师刚才说的就特别对，它那个里面最可怕的不是那个大型猛兽，其实可以避开这些。他们不会吃你，他们不会吃，就是不想搭理你，他们就是咬你。他觉得你不好吃，他就根本不搭理你，咬你个胳膊，然后说不好吃，就吐掉。对，除非觉得你好吃。那也是没有吃过几个你们中传毕业的孩子啊。我们去的少了，对不起。去尝试一下，喂一下。还是这传的好吃。对，所以大型猛兽对我们来说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是小虫子，比如说遇到像白蚁。这个当时我嵌在那个鞋里面特别多，它蹬出来的时候头还在里面。哇！我的天哪！你是穿了个人字拖去的？对，你有点太潇洒了吧？当时也是自己犯懒，我就想那个白蚁窝我都看着它在哪，我走2步把麦克风支走，我都到船上躲着去。没想到你刚走了第1步我就后悔了，然后满脚是白蚁在你脚上啃，然后回来就一颗一颗拔它的脑袋。今天星宇也带来了冒着生命危险啊收集的亚马孙雨林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听啊。我们来一个一个播放一下不同的生物的声音，大家猜一下，就是什么动物？屏幕上的哪一种？哎，有静硕老师在。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这怎么还吧唧嘴呢？我觉得像树懒。像树懒，我觉得像树懒。你不会听我们说话也像树懒的声音吧？你是树懒吧，哥？金刚鹦鹉非常清楚。哎呦，还押了韵了。那我们现在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真的是吗？特别斩钉截铁。真的。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龙母壮骨颗粒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孩子不爱吃饭，用龙母壮骨颗粒。今天星宇也带来了冒着生命危险啊收集的亚马孙雨林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听啊。我们来一个一个播放一下不同的生物的声音，大家猜一下，就是什么动物？屏幕上的哪一种？哎，有静硕老师在。这怎么还吧唧嘴呢？这个比较有难度。
有点像树懒，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Shaking， 蝴蝶幼虫。蝴蝶的幼虫，蝴蝶的幼虫，蝴蝶的幼虫。那我猜是切叶蚁吧？我也猜蚂蚁，感觉是它特别小，对，因为周围的环境声蛮大的。嗯。好，我们接下来静硕兄。也老实讲，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哎呦，那你那么得意，那我当时看你的时候你是，哎，有静硕老师在，我真不知道，这确实没听过，但是我猜应该是切叶蚁。那我们现在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切叶蚁，它特别密集那个声音。对，还真的不少人猜对了，真的是切叶蚁。这个是我们当时录音的时候，就在路上看到好多这个切叶蚁就抬着这个树叶排成一大溜走。我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我想它会不会有声音，然后我就拿那个麦克风对准了它，然后就录下了刚才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是他在干嘛？在走路还喊口号？可能在走路的过程里面，就是可能它的触角或者是身体的什么部位在摩擦发出的这些信号，有可能它是在沟通，或者有可能它就是一些自己在唱歌。好，我们接下来听第二个。吼吼，对啊，因为它一直漱口，吼吼，卡嗓子眼儿，吼吼，吼吼。对，那这个就毫无悬念，确实大家一直都答对了，就是吼吼。真的漱口，真的像在漱口一样，挺可爱还。吼吼的声音非常大，都能传好几公里。他喊是干什么？吼是为了什么呢？这个张老师，他这是种群之间的一个交流。反而你离近了，它不叫了，因为你离近了，对它有威胁了，它就隐蔽自己。当然呢，群体之间它们是一种交流的手段。刚才那个非常清楚，我听见了。金刚鹦鹉非常清楚。哎呦，还押了韵，押韵了。我觉得像树懒。你不会听我们说话也像树懒的声音吧？你是树懒吧，哥？好，接下来权威答，他听过这个声音的，来。树懒。啊，真的是吗？特别斩钉截铁，一锤定音。哇，真的啊，真的是树懒。我天哪，我们看一下。感觉他在吹口哨。对，这个就是刚才跟吼吼一样，它也是用来作为声音的信号的沟通。哦。好，还有最后两个啊。哎呦，这肯定是猪，这是水猪。什么叫猪？哪有猪？水猪。我觉得这个一定是金刚鹦鹉，因为鹦鹉它是会学就是动物的叫声的，学猪叫。对，因为刚才你们鹦鹉会学猪叫吗？真的吗？所以你觉得是什么 ？Shaking？ 水猪。水獭吗？水獭。水哦，你刚才说水猪。水獭，水獭。好可爱。水獭，水獭，水獭。你还是觉得像金刚？绝对是鹦鹉。来，正确答案。应该是水獭。应该是水獭。对，没错，正确答案我们公布是水獭。对，虽然你看它这么可爱，但是它发出的这个声音，它其实是一个警告，有攻击性。对你闯入我们的地盘，再不走，我们就要攻击你。好，我们来最后一个啊，金刚鹦鹉。啊，这个美丽的外表下有一个破锣嗓子吗？破锣嗓，它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伶牙俐齿，就发出这种叫声啊！啊，不是所有鹦鹉都能叫出人的声音来。它这种金刚鹦鹉是不会学人叫的。哦，但是它也有一点像发言之前啊，那个学。讲一下啊，听我说呀。这个有点长沙口音啊，这个湖南口音。会了啊！回来。星宇哥，我听说不仅猎到了很多大自然里面的声音，好像还猎到了很多乐器，是吗？对，除了录这些声音之外，我还去喜欢收集各种稀奇古怪的这种乐器。今天也带了一些给大家可以看一看，展示一下。让我们看看有多稀奇古怪。
哎，黑老虎，对啊，黑老虎。黑老虎光记得水果了，这菩提子吧，应该是。哇，这些都是水果的籽儿。来，我给你们演示几个吧。这个个儿比较大，长得望远镜，对，像一个桶，它出的声音是这样。有一种江湖武侠的感觉。那个沙漠上面，然后那种野生动物。对，这个就很土著。你还是要把一些词讲好，不能说是野生顿物。对，野生顿物。哇，这个沙漠里面吹出来好像野生顿物呀，就炖好了。这个就是当时在亚马逊雨林里面土著用来就是发出声音的一种管子，吹管。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拨浪鼓吗？提灯。陀螺，哎，这有点像青蛙、蛤蟆。哎，一只小青蛙啊，一群小青蛙呢。哇！哎呦，一到夏天就老能听到这声儿。哦，青蛙鼓。哦，我特别。这是什么声音啊？吃骨头的。这个我也可以的。都回归大自然了，谈恋爱，你们好像在交流起来。对，这个长得最不像乐器，这个像一个物理的实验器具。对，哎，这个声音很有意思啊。哎，还有那个，它是有那个，像音效库里面那种有点像那种恶搞笑的音效。对，它不是素材库里，它是实际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是开瓶器。这个是巴西的这个鸟哨，我一般吹出来，你们都能想到巴西的音乐。好，世界杯。哦，这真的是像啊。这些是不是都跟那个果实有关？对，它也是不同的果子，但是这果子我不知道，可能得请教一下。来，聊这个我就不困了啊！还聊这个就不困了。这个它里面是椰子壳，外面呢中文正式名叫圆果杜英，但是很多喜欢盘串子的哈，对，就知道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叫金刚菩提。金刚菩提，这个圆果杜英，你得看它几个瓣啊，这个应该都是5个瓣的，如果是6个瓣就值钱了。真的吗？哇，哦，好，那这个呢？哎，这个我就更眼熟了啊。这个叫黑果树，它是印尼的一个娘惹菜，它的吃法你都想象不到。它是把这个果子摘下来之后，然后埋在地底上，埋1个月以上，让它发酵，把壳挖了之后，里面那果肉是黑黑的，就可以做黑果焖鸡，东南亚非常出名的一个娘惹菜。老师看着乐器的人想到了菜的做法。这个我比较熟，因为它的名字也是我起的中文名字。哦，好牛，这个太厉害了，太秀了，太秀了，太秀了。这个是那个，哎，这个小心啊！这个是那个黄花夹竹桃的种子。咋了？剧毒。韩哥刚刚套到了手上，这个应该是戴在手上，对不对？或者脚上？对，戴手或者脚上。韩哥刚才把玩了一下。这个没事儿，这个怎么可能有事儿？一吐下去。应该是处理过的哦，正常情况是剧毒的。因为吃不了，所以就处理它，把它做成乐器了。哎，这个是非洲的加纳的斯瓦瓦。哇，斯瓦瓦还没有起中文名啊，回去想一个。那赶紧想，再起一个。乐器的名字叫阿萨拉多。阿萨拉图啊，对，大概这个音。这个玩起来挺好玩呢。那不会打到手吗？哦，好像宝剑珠，有点意思。打击。对。哦。非常非常谢谢星宇，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您能够带着你下一个项目的成果，再次来到天天向上，好不好？好，好，谢谢星宇，谢谢。那今天我们最后一位猎人就是一位女士，我们的宝石猎人。真的是深入到每个矿坑深处。形状和大小，挖掘出来之后大概有200公斤那么沉。200公斤。This is so exciting.
确实做得好。哇！大家好，我是刘丽红，是带领大家到全球的宝石矿区去领略宝石之美的宝石猎人。哦，女生应该完全抗拒不了。我们的日常就是到全球各个著名的矿区去寻找这个宝石的源头，还有它周围的这些围岩矿石。这个太酷了，您的工作。哇！而且老师是我们国内前往国外的矿区最多的女性的宝石猎人，还出版了世界上首部实地宝石学专著的《宝石猎人》。就因为一个什么样的机缘，您要干这个，还挺冒险的。因为我们中国呀，实际上是一个玉石大国。对。但是呢，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彩色宝石，我们是不出产的。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去到国际上那些遥远的地方，自己把这个宝石挖出来，或者看着别人把宝石挖出来。这样呢，我们这个研究数据你是能保证它是一手的，对我们这个行业的科研呀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研究宝石，同时也是对地球进行研究。对，每当地球发生重大的地质变动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各种板块的冲撞、造山运动，在这个地质变化的过程中，会形成宝石的颗粒。对，我们可以说，宝石是很多地质活动的证据，我们就可以推测亿万年前我们这个地球发生了什么事情。太好玩了！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上石头吧，让我们见识见识。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哇，好漂亮啊！这全部都是我亲手猎回来的宝贝。还好吗？还好吗？灵魂都飞出去了。它代表了世界上祖母绿最优秀的品质，集中了所有的优点于一身。我现在脉搏直飙140，真的是走在长满红宝石的矿里面，花了10几分钟就挖出来200多克拉这个。真的假的？马上去哥伦比亚，助手全部都回去。老师，我想当你助手。但我感觉4号是啤酒瓶，因为它的光颜色没有变。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龙母壮骨颗粒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孩子不爱吃饭，用龙母壮骨颗粒。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上石头吧。哇，好漂亮！这全部都是我亲手猎回来的宝贝。我们可以碰吗？可以，可以。老师，你当时看见这些原始猪会不会就很兴奋，就像我一样，就是很兴奋，确但是实很兴奋。必须要保持镇定，对，低调，不能让别人知道。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个矿标最珍贵？最珍贵的。对，来吧。考眼力的时候，这个肯定最小的最珍贵，浓缩的便是精华。张老师说有道理。我觉得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大块一点，因为它周围还裹着这个掩体嘛。因为它太珍贵了，所以没有把掩体敲掉。对，就不好直接敲的。觉得宝石是它的珍稀度越稀奇的颜色，应该是越贵。那什么颜色稀奇？蓝、粉这些。我猜这个可能是最珍贵的，因为拿箱盒子装起来了。对，我也觉得装在盒子里那应该是吧？都装起来了。对。这个我甚至没有发现宝石在哪里，真的感觉这最不起眼的应该就最贵。见多识广的张老师，我对矿物不了解，没关系。我凭直觉，我感觉这可能值钱。这块啊，小杨你觉得呢？因为喜欢它的颜色。我还是这个。好，那就在3个里面，我们再挑一个。好，那我就选这个不起眼的吧。来，好，蓝色，2票，不起眼，不起眼，2比2了，那就是我了，交给韩哥了。我天，那我就这个好不好？好，来，蓝色。好，我现在揭晓答案啊。都不是。就是我要表扬一下各位老师，就是你们把前3名选出来了，眼光特别厉害，对，眼光非常厉害。这个呢，首先是非洲的红宝石矿。红宝石哦，这是红宝石，它要长得比这个好一些，才能切成宝石。这个是它的原石，它矿脉里的那个原石，对不对？对，这个是帕拉伊巴碧玺，那个呢是祖母绿。冠军呢是这个祖母绿矿。对，有眼光。小杨是有眼光的。不愧是用各种石头开过水果的小杨老师。
首先呢，祖母绿是绿宝石之王，对不对？第二个它珍贵的地方是什么？它产自全球最负盛名的国家，哥伦比亚。然后第三个，大家可以看到全是大克拉，而且占的比例非常大，这样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研究价值，它本身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呢，这个呢是特别珍贵的一个矿标。哦，对。但是老师，你看宝石不应该是那种很光鲜亮丽，然后很完美、很闪耀？对。我们珠宝店看的那些宝石都是很漂亮的，但是它是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和我们人工巧匠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切割好的。对。还好吗？灵魂都飞出去了。好大颗啊！哇，这个就是宝石最美的样子。窒息了。老师，你摸我心跳都加快了，我现在脉搏直飙140。看到闪亮亮的东西就忍不住了。这些宝石啊，实际上它都脱胎于我们桌上的一些矿物。所以呢，我想请大家玩一个游戏。把它匹配到这个一对照对应的这个宝石上面。这个这个大家同意不同意？我觉得是这个，我也觉得是那个吧？啊，是吧？来第二个，这个的话，我觉得是红宝石，因为它非常小颗，配了红宝石旁。我感觉这里面应该有一个绿的，应该能跟这个绿的碧玺能对应得上。但是它有2个颜色的绿哦，应该更透亮一点的是这个碧玺，我觉得会颜色深一点。好，这一颗是蓝宝吧？哎，都没有蓝色了。对啊。这个呢？这个吗？不对啊。为了找个蓝硬配一下。这个有点像石榴石。对，好，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啊，好，那我现在仔细的看一遍。哇，简直是不可思议！都错了，对不对？没一个对。全对，全对。真的假的？一群有天分的人呀！这个是祖母绿，然后这个是帕拉伊巴碧玺，这个好猜，对。那这个是红宝石，这个呢是尖晶石，这个是海蓝宝，那这个呢是绿碧玺，全对！恭喜！哎，还有石头吗？就是还是有的，因为有些呢它不一定从经济价值上特别贵，但是呢它就是比较难得。我想请大家来欣赏一下这个矿物或者是宝石能有多漂亮。怎么要吸氧，对不对？要哭了是不是？好喜欢，好想要。我们先从这个最大的开始讲，金色绿柱石，它并不贵的。但它这个在于它颗粒非常大，颜色非常饱满浓郁，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切工也是完美的。绿柱石实际上跟祖母绿的这个化学成分是一样的。哦，祖母黄。哎，就是含有不同的微量元素。这个祖母绿呢，含有这个铬或者钒这种微量元素，它就是绿的。它还有一点铁，它就变成黄的了。所以铁元素会让它颜色。对，我们有时候说大自然就像厨房一样。然后我们烹调东西的时候，稍微加了点盐，稍微加了点胡椒粉，它出来味道就不一样了。这个加了味精，再给大家讲一个最小的，对，它也就是1点多克拉，但是呢，它代表了世界上祖母绿应该是最优秀的品质。对，它集中了所有的优点于一身。它产自于哥伦比亚的木佐矿区啊。其次呢，它的颜色是最棒的，又饱满又不失明亮的这种。第三呢，它的镯形是切成了一个钻石的形状，会很费料子，是的而且切工非常完美。还有一点，它里头没有一点包裹体，没有一点优化处理，但是当你看进去的时候，像威士忌洒在水里散开那种荡漾的感觉，好美。这就是它晶体生长过程中的特殊的一种光学现象，所以它基本上集齐了所有的优点。我就是好东西拿出来，想让大家看一下。手马上白了，我告诉你。哇，
老师，您看，我们这群外行看了这么半天热闹，您这个内行得教教我们，究竟我们怎么来判定这个宝石它的好坏？对，真假有哪些标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钻石会说4C， 对吧？对。然后其实彩色宝石也有的，就是颜色。颜色好不好啊？这个基本上是你肉眼就可以看到是不是漂亮。然后呢，切工怎么样啊？我现在就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招儿，你就用你的手就可以，找一张报纸，我们把这个宝石呢放在这个报纸上，然后看一下，是不是能看到下面的字？能，特别清楚，对不对？对。说明这个切漏底了。这个后果是什么呢？第一个，它这个宝石的琢形会不完美，然后你镶嵌出来首饰会没有那么好看。第二个呢，它的颜色会受到影响，所以不透字的是要更好一点。对，就是在切工方面，你放在纸上也能看到对面的字，这个宝石就不要买了，它已经切漏了，已经切漏底了。对。希望我的生活能用得上这个技巧。那如果它俩是同样的颜色，同样一种宝石，那么通常情况下，这个干净的宝石是会比较贵的。越干净越有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克拉数了，当然克拉数大也会比较好。所以呢，这个综合这些因素，你就会看出来一个宝石它是很漂亮的，或者是说呢，有一些方面有缺陷。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了，各位亲爱的朋友，现在在这7个里面有一颗是货真价实的祖母绿，有一颗是绿色啤酒瓶的渣渣。好，哇，这差别也太大了。渣渣搞成这样。对，你们几个人来鉴定一下。我用闻的方式来闻，看哪个有酒花的味道。我觉得1号可以排除，它颜色真的太浅了。对，既不像啤酒瓶，也不像祖母绿。祖母绿的颜色应该深一点，在5号和6号之间出祖母绿。刚才的祖母绿颜色很深。哎，其实我发现摇晃你能分辨得出来，就是感觉这个5要更轻一点，那就选那个重的，就选6吧。7号这个可能是一个啤酒瓶。对。好，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我感觉4号是啤酒瓶，因为它的光颜色没有变。分享答案，这个呢是祖母绿，这个是其他的宝石。我刚才特别信誓旦旦，4号一定是啤酒瓶，别的我不知道。站在我旁边跟我讲，这个4号一定是啤酒瓶，他们不选。是不是看起来非常像？对。所以仿品啊，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宝石是在100年的地质过程中形成的，形成过程中可能会有气泡，但是它一般会和液体啊在一起，它不会说单独有一个气泡长在那儿。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独立的气泡，这很可能就是一个迹象，或者是合成的，或者是玻璃。你怎么对子眼了？哎呀，你眼睛怎么不太舒服？眼睛在打哆嗦。怎么样？今天大家过瘾了吧？真的是学了好多知识，看到这么多漂亮的这个宝石啊！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慢慢的，因为他这个接受，包括他对颜色的喜爱，他需要更多的东西去丰富它。是这个就要宝石猎人在全球，然后找到他以后呢，要讲好这个故事。是的。然后要给他取好这个名字。是的。然后投入到市场去进行检测。如果说被市场一旦接受，那这个空间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了，他们等于就是创造了一个所有人共同接受的一个审美，是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我们今天很开心啊，请到了4位旷野猎人，都跟我们分享了他们非常奇妙的人生和故事。通过他们的宝藏，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大自然是多么的神奇和瑰丽。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4位通过你们的丈量，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大自然的优美。也希望各位猎人在你们的猎途上能够注意安全，然后期待你们未来更多崭新的、美丽的、有滋有味的发现。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待会儿见。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龙母壮骨颗粒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孩子不爱吃饭，用龙母壮骨颗粒。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欢迎来到2022全新的天天向上，全新环节上线。想告诉大家怎样用自己的想象力点亮属于自己的星空的青春畅想2022。天天向上来欢聚，新年快乐！
我们都自认为是我们这个男高音领域里边这个肺活量都还可以。没有，你应该是你自认为吧？是你自认为吧？口气一般都比较大。3大男高音 PK 肺活量，我们下期揭晓。嗓子的天生条件还是要好，这个时候我就要用3个字儿：哎呦喂，哎呦喂，打哈欠，打一半保持住。哎呀，对，你这个困了，2宿没睡的感觉。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好漂亮啊！太美了。3位丈夫好像都配不上自己的太太。费团长还是国内阿卡贝拉领域的开拓者啊，在90年代的时候成立过一支最早的中国的阿卡贝拉，我就想把这个京剧融到咱们阿卡贝拉里呢，也是为了畅想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故事。我叫全胜，我是乐团的创始人。全胜团长有2大挚爱，一个是马头琴，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主唱。爱情绝对是动力的源泉。一见钟情。来，我爆个料吧，这个是我们节奏部落的。我多难看，你绝对是这种。飞跃彩虹民族童声合唱团就是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圆圆，你会啥？他那个保持那个笑容的状态没有变过。我会提笑肌。下周日晚，唱响青春的旋律。感谢独家冠名商龙母壮骨颗粒，孩子不爱吃饭，用龙母壮骨颗粒。再次谢谢各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天天向上》，下周日晚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拜。